视角看韩国美食节目，韩国一个在吃上极度公平的国家，有钱没钱吃的一样寒酸。我是一个韩国电台记者，看了那么多期，很多小伙伴说我净找点没啥钱的家庭拍节目，说有钱的家庭人家一定不吃这样的呀，是吗？那我今天就带你们看看呀，我们韩国中产家庭都吃点啥。这不呀，我们来到了庆尚道一处大酱厂，朴女士经营大酱生意已经20年了，靠着卖大酱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富户。除了做大酱，大姐还会腌泡菜。当然，这在人手会腌泡菜的韩国都不值一提呀。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关注一下有钱人吃点啥吧。在我们这儿，有钱没钱都爱挖野菜，朴大姐更是喜欢没事的时候去地里薅点。不过这个季节地里只有爱薅，所以朴大姐就搂着老公一块薅呀。因为草不高，所以得使劲薅。在大姐这儿，我知道了，有钱人有的时候比普通人更抠。回来后，大姐说要给我做一道爱薅生蚝汤。把不要钱的大酱放入水中，然后加入8个生蚝，再把爱薅用面粉裹匀，抓吧放入生蚝汤里，咕嘟一小会儿啊，这样糊糊弄弄的大酱爱薅生蚝汤就算是做好了。剩下来爱薅也不能浪费，大姐在爱薅里面加入糯米粉，然后揉成团，之后捏成饼，上锅煎一下，等到年糕软了之后再捏成花朵的样子。大姐说，这样的年糕一般只有尊贵的客人来的时候呀才会做。看得出来大姐家的实力了，甚至还在每个年糕上都放了一个松子和红枣。别说呀，看起来还真的挺精致的。终于在3个小时后，饭都做好了，开始摆桌。我一看，真的是太丰盛了呀，含酸量极高，一共13个菜，主菜爱薅汤、爱薅年糕就不说了，剩下的还有大姐家的小泡菜11道。大姐和大哥率先吃起来，说味道可不错，让我也赶快吃啊。我看着飘着面粉的绿油油的爱薅汤，食欲嘚的一下就上来了。我尝了一口，果然马西骚呀。再尝一口大姐家的小泡菜，泡菜味满满的。在大婶家吃完，我本来都准备回去了，但是导演说今天的素材不够，让我再去一家啊。亲家啊，人家都吃饱了，思密达怎么还让吃呀？导演说没事，这家吃的差，行吧。于是我又来到了北部的一个村庄。我到的时候，小姐姐正在挖野菜，这都小场面，你们应该都习惯了。小姐姐挖的是防风草，在我们韩国，只要是草，什么都别想防呀，都得给它挖完。还有小萝卜头也是美味，也挖点，最后再挖点香菜就齐活了。小姐姐把刚才挖的野菜清洗干净，然后放入韩式老方一拌，就成了美味的凉拌菜。之后再做个香菜，在你们那儿香菜可能是配菜，但是在我们这儿香菜就是一道菜，做法也非常简单，放点酱油、香油、麻油，抓吧一下就成了非常美味又浓郁的凉拌菜。就着这个凉拌香菜，大米饭都能多吃2碗了。再用剩下的香菜做个煎饼，主食这不就有了？把它们全部摆上桌，我一看，幸好我吃过饭了，不然吃完这一桌，感觉活着都没什么意思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，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